没为马斯克已经搞垮了特斯拉，下一个就是 SpaceX。你在上面看到的是马斯克接受福克斯专访时的场景。这个专访据说是特朗普特意为马斯克安排的，意在平息外界对马斯克的质疑及不友好的行动。整个专访长达1个多小时时间，双方谈论了包括特斯拉股价暴跌、X 平台遭到黑客攻击、裁撤公务员的必要性等在内的许多问题。令人担心的是，马斯克本人在这场专访中表现得并不好，时常恍惚、沉思，眼神飘忽不定，回答问题磕磕绊绊，多次欲言又止，不复往日的神采。最严重的一次是他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突然卡住了，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以上迹象表明，马斯克似乎要崩溃了。他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争议巨大的大裁员计划。该计划不但惹毛了200万联邦雇员，也惹怒了特斯拉的投资人，骂他不务正业，导致股价暴跌46%。闷声发大财不好吗？非要掺和什么政治？欧洲特斯拉的销量只能有腰斩来形容。德国下滑了76%，一个月仅卖出了1400辆出头。法国暴跌了63%，仅卖了1100辆。英国下跌了18%，整个欧洲地区特斯拉销量暴跌了45%。欧美的消费者正在用真金白银投票，告诉马斯克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是有多么的不得人心。此外，美国的反对者也在用各种方式胁迫马斯克停止裁员计划，比如火烧特斯拉充电站，用机枪扫射特斯拉专卖店，破坏尚未出售的赛博皮卡等。美国各地也陆续传出有不法分子袭击特斯拉车主的消息，吓得不少车主连夜撕掉了特斯拉的车标，换成了本田思域。别说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这么大的阻力是马斯克始料未及的。因为在大裁员开始前，曾有人问他，你想过砸掉这些人的铁饭碗有多难吗？马斯克毫不在乎地答道，我裁掉了推特80%的员工，推特运营非但没有崩，反而运营得更好了。到了政府我也会这么干。可是裁公务员和裁员工是一回事吗？这些被裁的人难道都没有背景吗？马斯克还是太年轻了，太自信了，一点也不懂华盛顿的水有多深。一家反对马斯克的媒体 Daily Kos 幸灾乐祸地写道，他已经搞垮了特斯拉，而 SpaceX 就是下一个。此言非虚，5天内 SpaceX 已经连续收到了4条坏消息。第一条是万众瞩目的星舰在升空10分钟后发生爆炸，这是今年发生的第2起爆炸，外界已经开始怀疑 SpaceX 的技术没有他们吹的那么神奇。第二条是波兰外长宣布取消与 SpaceX 价值5000万美元的合作，原因是马斯克擅自切断了乌克兰的星链通讯，增加了波兰的不安全感。对此，马斯克无所谓的回复道，闭嘴吧小人物，骂波兰外长是小人物也是狂的没边了。第3条是意大利基于同样的考虑撤回了价值16亿美元的星链合同，这次把马斯克吓得够呛，连夜发推特请求面见意大利总统，双方再谈谈，而且用词很谦卑，不狂了，说能与总统交谈将是他的荣幸。第4条更惨，墨西哥首富通讯大亨利斯姆取消了价值75亿美元的星链合同，转向中国欧洲采购220亿的通讯设备，原因完全赖马斯克手欠。推特上有人造谣说斯利姆勾结墨西哥毒贩向美国运毒，这种没头没脑的谣言马斯克非但不管，还点了个赞。如此骚操作让投资人不得不怀疑马斯克每天到底有多少时间花在管理公司上，连斯利姆这么大的客户都不知道吗？为何要去手欠去点赞转发有关他的谣言？当全世界都在指责马斯克时，唯有特朗普给了他一丝温暖，不但安排媒体专访，还让他把特斯拉开到了白宫门口给他做广告。最后川普挑中了一辆价值8万美元的 Model S。 事实上川普能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他一直批评新能源汽车是骗局，鼓励美国开采石油，继续使用油车。这一次他不惜自扇耳光也要给马斯克站台，足见特斯拉的处境有多么糟糕了。只是不知道川普这张老脸能不能弥补特斯拉8000亿美元的市值损失。